大雄不仅有一个机器猫，这次还拥有了一个机器人。小福又在炫耀他的机器人，这机器人很聪明，竟然还会跳舞，小伙伴们都觉得他帅呆了。但小福就是不给大雄玩，大雄又跳脚了。他发誓要拿个更厉害的机器人出来。此时，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超厉害机器猫正在家中吃铜锣烧，大雄扑上来就是熟悉的哭腔。他刚说完小福的机器人这几个字，哆啦 A 梦就已经知道又是熟悉的剧本，一定是小福又拿来什么好玩的机器人，但不让大雄碰，因此大雄想拜托他拿出更厉害的机器人。哆啦 A 梦开心地指了指自己，还有能比哆啦 A 梦更厉害的机器人，但没想到大雄一口回绝，表示自己想要更帅气的机器人，真是扎心了。大雄突然很好奇机器人的起源，哆啦 A 梦耐心给他做了科普。机器人这个词最早是出自一本名为 U.R.U 的作品，现实中的机器人最先是发明用作机械工程的，在日本江户时代就有一种饮茶的机械人偶，到了22世纪就出现了像我哆啦 A 梦这样的高级机器人。大雄听完科普还是没 get 到哆啦 A 梦的意思，他还是心心念念的想要其他的机器人。于是哆啦 A 梦翻了翻口袋，他的口袋今天出了故障，翻了好久他才找到。哆啦 A 梦拿出万能改造自动螺丝刀和机器人制造入门书，让大雄自己动手做一个机器人。随后哆啦 A 梦想起他跟小咪有个约会，就让大雄自由发挥了。大雄仔细阅读了制造说明书，然后就干劲十足的去仓库找材料了。大雄难得专注的做一件事情，他废寝忘食的总算通宵组装好了他的机器人。这是一个学习型的机器人，名叫保罗。制作完成之后，需要教他说话，教他行动，但无论大雄怎么教保罗，也学不会说话。大雄只好先教他走路，但他直接大力一撞，把大雄撞进了壁橱里。再试一次，他甚至撞到了书架。算了，还是先吃点心吧。保罗看着他俩喝果汁，也有模有样的拿起果汁，但他却直接把果汁浇在了自己头上，紧接着他就短路冒烟，四肢抽搐。就在大雄以为他坏了的时候，保罗竟然准确的叫出了大雄和哆啦 A 梦的名字，脑子进水反而好用了，真是神奇。随后大雄带着保罗去认识了爸爸妈妈，又迫不及待地带他去认识自己的小伙伴们。半路上，保罗无意中与一个墨镜男对视了一下，看来有故事要在这两人间发生了。晚上，妈妈特意做了很丰盛的晚餐，欢迎保罗的加入。保罗乖巧地坐在桌上，帮爸爸倒酒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第二天，一家人一起看电视上播报的新闻，说是在某岛上发射了一颗探查卫星，这颗卫星将为今后的外太空计划做出重要准备。保罗看着电视上的画面，对太空有了莫名的向往。这天，大雄放学回家后，发现保罗在看数学书。大雄很奸诈的让保罗帮他做作业，美名其曰是要检查他的学习成果。结果保罗做的全对，让大雄考了100分。哆啦 A 梦和老师都训斥大雄，作业要自己做才行。放学后，胖虎他们打棒球缺了2个人手，他把大雄叫来救场，大雄带着保罗一起去了。他们没注意到之前那个墨镜男一直跟在后面。又到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，胖虎命令大雄一定要打出全垒打，想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大雄平时连球都接不住，他很有自知之明，提出要请保罗代打。胖虎看这个机器人感觉比大雄要靠谱点，就同意了。小夫却一直不看好保罗。保罗上场后先撑起了身体的弹簧，让自己身高达标。哆啦 A 梦也拿不准保罗打棒球的技术怎么样，毕竟这孩子之前没有学过。对手已经连续投了2球，但保罗都没有回棒接球，这可把其他队员急坏了。终于在最后一球的时候，保罗准确挥杆，打出了满分本垒打，众人都为保罗欢呼。在一旁旁观的墨镜男也露出了欣赏的表情。胖虎认定保罗是个优秀的机器人，跟小夫的机器人大不相同。这话小夫就不爱听了，大可不必才艺捧一。比赛结束后，大雄他们准备回家，墨镜男跟了上来，他问保罗是不是大雄做的，他想仔细看一下。大雄觉得这人是个怪叔叔，没多搭理他，就直接跑回家了。晚上，保罗独自看着星空，情不自禁地感叹星星实在是太美了。大雄拿来宇宙图鉴，保罗感慨道：“原来每天抬头看见的那些一闪一闪的星星是长这样啊！”保罗很想去其他星球探索一下，但他深知这是不可能的。爸爸下班晚归，发现墨镜男在家门口鬼鬼祟祟的，便瞪了他一眼。墨镜男只好先溜走了。第二天，大雄收到了小夫的挑战书，叫他和保罗去空地一决胜负。小夫搬来外援，
让小鸡哥带了个又高大又强壮的机器人来。这机器人叫超凡雷电，一看就是个不好惹的家伙。没想到大雄竟然没有跳脚，为了保罗的安全，他不想理会这种危险的游戏。小夫急眼了，开始一个劲儿的在大雄身后用激将法。你不同意决斗，就这么回去，难道不会不甘心吗？大雄很坦然，保罗不是战斗型机器人，所以没什么好不甘心的。小夫见状，叫嚣着大雄是个胆小的爱哭鬼。没想到大雄还是不为所动，但这下保罗不干了，他不想任由小夫说大雄的坏话，于是冲过去迎接挑战。大雄劝说他，这种决斗很危险，但保罗表示，这不仅是为了大雄，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尊严。保罗很聪明，他体型娇小，速度快，很灵活。面对对手的攻击，他没有正面硬刚，而是选择用躲避代替进攻。逃跑可耻，但有用。小夫看超凡雷电一直打不着保罗，有些心急，他让雷电把保罗逼到墙角，卯足了力气准备来个致命一击。结果保罗在瞬间跳开了，雷电一头栽进了墙里。哆啦 A 梦由于担心这边的情况也来了，与此同时，那个墨镜男也在默默观战。保罗一路逃窜，钻进了水泥管里。雷电体型庞大，他也钻进去想把保罗抓出来，结果自己卡在了里面，无论怎么用力都出不来。他站起身想把水泥管从头上拔掉，结果弄巧成拙，水泥管重创了他的脑袋，雷电就这样出故障了，遥控也失灵了。大家慌忙远离这个暴走的大家伙。所以最终保罗赢得了这场决斗。大雄夸赞保罗是个头脑聪明又特别优秀的机器人。路边一个开车的大眼男也注意到了保罗，这时那个墨镜男又跟了上来，他还是想看看保罗。哆啦 A 梦警告他，如果再纠缠不休就报警了。墨镜男面露难色，动作有些犹豫。大雄他们趁机带着保罗跑走了，但墨镜男还是追了上去。随后暗中观察很久的大眼男开车上前，让大雄他们上车，帮他们甩掉了墨镜男。大眼男提议去他家躲避这个怪叔叔。大雄和哆啦 A 梦觉得这大眼男是热心好市民，就放心的躲在了他家里。他们被大眼男带到一个放满了各种各样模型的房间。随后大雄尿急出去找厕所，半路上他听见大眼男在与人讲电话，说是要高价卖掉保罗。好家伙，果然是披着羊皮的狼啊！大雄立即回去把这消息告诉了哆啦 A 梦。原本用任意门或穿透环，他们就能轻松逃出去的。但哆啦 A 梦的口袋今天真的出了故障，怎么也找不到他想要的道具。现在他能找到的只有捕星网、星星锤子和灵魂手杖。他们互相用星星锤子敲在头上做出星星，然后用捕星网把星星收集起来，再用灵魂手杖给星星注入灵魂。哆啦 A 梦给星星下了指令，星星就飞出去，帮忙困住了大眼男。大雄他们这才得以逃出去，但星星的有效时间很短，很快大眼男就解除了束缚。他派出一架直升机模型去追踪，很快就发现了大雄他们的下落。大眼男控制直升机模型撒下网抓到了保罗，眼看保罗就要被抓走，大雄奋不顾身的跳上去咬断了网。大眼男继续驱车追了上来，哆啦 A 梦想拿出空气炮对付这个模型，但他却因为口袋故障接连拿错道具。大眼男很快就追上来了，哆啦 A 梦灵机一动，拿出交通管制道具，成功让大眼男的车失灵，他只好下车追赶。与此同时，不甘心输掉决斗的小夫又带着一个新的胖虎机器人来找大雄决斗。大眼男已经追到了大雄他们，他操控直升机模型又吐下一颗炸弹准备发射。这时胖虎机器人发现了目标人物大雄，他冲过来一脚把大眼男踢飞了。小夫说明了自己的来意，大雄很头疼，真是会找世间添乱啊！他只想快点把小夫赶走。哆啦 A 梦在翻找道具的时候，一个手套掉在了保罗的手上。就在这时，炸弹发射了，但很奇怪，目标却是胖虎机器人。原来那个手套是替身手套，这下小夫也被赶跑了，真是一举两得。不过大眼男还是纠缠不休的紧跟在后面，大雄他们只好继续跑。这时墨镜男又出现在了他们前方，两面夹击的情况很棘手。但没想到墨镜男居然撒谎说警察就在附近，吓跑了眼镜男。再等他回过神来，大雄他们也已经趁机溜走。后来墨镜男来到大雄家，介绍了自己的身份，并说明了来意。原来他是那个把探测卫星发射出太阳系以外的计划的参与者，但这次他们需要与火箭一同飞天的不是人类，而是机器人。因为长时间在外太空，如果发生了意外和危险，机器人的存活率要比人类高很多。
他研究了很久，也没能发明出像保罗这样优秀的机器人。他想邀请保罗参与他们的计划，并且他请大雄放心，这不是永别。50年后，保罗会回来的。话虽这么说，大雄当然舍不得保罗去冒这么大的风险。他以保罗不想去太空为理由，拒绝了墨镜男。对方给大雄留了名片，拜托他再好好考虑一下。大雄把名片揉成一团，生气的回房间了。晚上，大雄惊醒后，发现保罗还在默默地看着星空。第二天，大雄想通了，应该让保罗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他送给保罗一张新的设计图，还把保罗的汽车底座改装成了腿。后来，那个要去往外太空的火箭以保罗号命名。全日本的人都在期待着保罗50年后凯旋归来。大雄也由衷的为自己的小机器人成了大英雄而高兴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：如果你是大雄，你会让保罗去外太空待50年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我们明天见。